家好，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 Rope 的直播吧。那么这个项目呢，之前好多人想要，不过这个项目呢之前是收费的。那么这个项目呢现在开源了，所以说这个开源呢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，这个方便了大家。然后呢这个是截图，这个就不说了，下面是安装方法。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项目的使用。今天这个包体呢有点大，13.1个G，这个大家可以尽快下载一下。好，打开启动，那么还是稍等一下，这个启动需要一点点时间。出来了，还是比较快的。那么这个界面的话，跟 Rope 是基本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太大区别。然后呢，同样的，我们选择这个视频文件夹以及你的这个人脸的文件夹。这边呢，我们视频文件夹就选这个 A 吧，这里面也有视频。然后呢，大家事先准备好你的文件夹就可以。那么这边加载呢可能会卡那么一下，所以这个呢也不要紧。然后呢，我们来选一下这个文件夹，稍等啊。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先切换到那个图片模式，这边有一个图片，这边是视频，它用来控制这边的这个显示的东西，这个你可以自己来切换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先来做一个换脸，找一个图片，然后呢这边我们来换一个脸，先点这个查找人脸，那么它会找到这个脸，然后点这个，然后再来这边点一下啊，然后呢点这个换脸，这个脸呢就换过来了，当然它需要一点时间，换过来了是吧？这个效果就这样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呢，这边它这个脸是模糊的，所以说这边呢，我们打开这个高清，这个高清选项打开之后呢，也是会卡一下，因为它需要加载模型。这个稍等一下，这个脸呢就清晰了，这个换脸效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不过它这个项目呢，这边大家看这个进度条啊，它代表着你这个资源的占用情况。那么这个项目呢，我感觉它这个优化方面还是差了一点意思。这个在使用过程中呢，这个条很容易就满了。满了之后呢，肯定就卡，对吧？这个时候大家注意点一下这个按钮，这样的话你的就没那么卡了。这个大家自己看这边的一个情况。然后这边呢是这个高清模型，其实没有太大区别，所以大家一般来说默认就行啊，不需要去调整。下面这些呢，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，它会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变化，变化其实不是太大，所以调不调都行。这边呢，它新加了一个增强类型，这个增强类型呢需要给大家简单说一下。然后这个上面这边注意啊，有个处理器，你是这个显卡还是 CPU？大家一般常用也是这两个嘛，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去选择。这边呢分了两个大的面板，这边是换脸的一个面板，这边呢是脸部编辑。这个脸部编辑呢，这边有个开关，这个有个编辑人脸啊，你点下这个编辑人脸，然后呢切换到这边，这边应该是可以生效的。但是我实际试了一下，这边好像没有太大效果，不知道是我用的不对呢，还是说它这个功能有问题。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吧，这个就不说了。然后呢，这边是你的这个换脸模型，这个也是，其实区别不是很大，大家也不用动它，默认就行了。分辨率、摄像头、后导乱七八糟这些都不用改，保持默认就可以。那么这边呢，下面有个增强帧，这个就是这个增强类型的一个开关。比方说咱们这个第一个这个模型，它呢应该是高清放大，对吧？这个咱们经常见的一个，然后你可以选一下，然后呢在这边点一下这个增强帧，这个是开关，同样的会卡一下，因为它需要加载这个模型，加载完之后呢这边就可以动了，这个咱们稍微等一下，然后呢你点这个保存图像，那么呢它会存在你这个输出文件夹，咱们也是这个 A 嘛，然后来找一下这个 A 啊，大家看一下是吧？这边出来一个，这个是原始图片啊，大家看这个原始图片是多大的？1000乘以1331，然后呢，咱们下一个图片，下一个是不是2000乘以2662？这个就是放大了2倍，高清放大，这个效果确实高清放大了。这个就是这个增强帧的一个用法，大家需要注意，这个是开关。当然你这样弄的话，你可以先把它取消掉，资源占用有点卡。当然你电脑好的话，你可以无视我刚才的话。那么下面这些呢，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。比如说这个挺有意思的，这个就是用来做黑白图像给上色，这个咱们之前介绍过这个项目。然后呢，比如说我们来找一个这个黑白图这边正好有这个黑白图。这边你选中模型之后呢，点下这个增强帧，它会自动对这个图片呢进行一个上色。上色完之后呢，如果你有别的需求的话，这边你可以继续去点，稍微等一下。大家看这边上色成功了，这边时候你可以保存图像，这儿是吧？就保存下来了。这是咱们上色之后的一个结果。至于增强混合的话，它肯定是调整这个效果，这个大家自己试吧，这个咱们就不说了。然后呢，咱们还是翻回这个人脸这边啊，找到这个人脸，然后查找人脸，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换过来了。然后是方向，方向这玩意儿你调一下啊，
它这个呢只是用于这个，如果这个脸不是这种正面的，脸是斜的情况下，那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角度，看看能不能调好，关掉它。强度啊，这个其实试一下就知道，这个是这个遮罩啊，大家看这个顶部的一个边界距离，这个你可以自己调整，调到你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程度上。这个因为之前的 rope 这个项目也有，我也详细说过，所以这边就不去详细说了，大家自己尝试。那么差异化，这个就是也是会影响的这个换脸的一个结果，大家实际试一下就知道了。遮挡，遮挡的话就是会按照这个人脸，它把这个遮罩呢变成了一个你的实际的一个遮罩的一个形状，你可以具体调整这个换脸的一个范围。那么这个换脸效果是应该是最好的，它没有影响到上面的头发。至于这个下面这些的话，咱们就不去详细说了。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比较有用的，就是这个恢复这块，恢复眼睛，它会在这个遮罩上呢抠2个洞。这个恢复眼睛的意思就是用它原来的眼睛，原来这个图片的眼睛，这边抠2洞，然后呢这边就可以来调这个眼睛的大小啦、尺寸啦、位置，这个大家都可以自己调。这玩意儿呢就是使用原来的眼睛。那么同样的恢复嘴部，这个大家也就懂了啊，就是使用原来的嘴，这个同样是可以调整的。人脸解析器还是有点意思的，颈部，因为它现在看不到脖子嘛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明显这个区域它是有个变动的，这个也是调整这个遮罩的范围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大家自己试一下，颜色看一下就行。脸变红了，对吧？然后都可以随便调整。下面这些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不好理解的，大家自己点开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。那么这边呢，咱们就说到这儿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些设置方面的东西，比方说这个有个键盘快捷键，这边你可以去点开。其实这个快捷键也没什么用，一般情况下也不用。参数面板这些全部是可以取消隐藏的。比较有用的是这个参数的可见性，我们来选中这个。大家看这边，它这个参数可见性呢，就是指的这边这么多选项，如果是你哪个不想要，你就可以去掉。比如说这个上面这些东西，假如说我们都不需要改，什么网络摄像头啦、PS 了这玩意儿这些，还有下面这些也可以去掉自动旋转啦。大家看这个下面就没了。那么这边呢，就出来的选项呢就会少一些。其实这个是有好处的啊，我建议大家都来调整一下，因为有些东西呢可能实际上可能用处不大，可以忽略的东西你就没必要显示了。你关闭之后呢，这个对资源的占用肯定会小，这个是有必要调整的。那你调整好了之后呢，这边你点一个保存，把你的自己的应用自己的一些设置情况保存下来，把这个关掉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换脸，我们来做个视频吧。点一下把它切换回来。切换回来之后呢，这边我们选一个这个视频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点这个选一个人脸，还是查找，选中。那么这边呢会进行一个换脸，它这个脸应该是换过来了。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视频的导出，怎么导出呢？先点这个，点这个录像，然后点这个播放。那么这边呢，它会每一帧呢进行一个替换，一个逐帧的替换。大家看我这有点卡，刚才没有清理这个资源，清一下就好了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个线程数，线程数是5，把这个值调小一些，这个速度就会快一些。这个咱们可以试一下，把它关掉，然后重新来一下。然后这边呢调一下，我把它调成3，清一下这个资源，好，然后点录制，然后点播放。大家看这回这个速度是不是比较流畅了？比上回速度要快很多啊！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呢是没有声音的，你听不到声音，因为这边没有启动这个音频。点一下，再来播放一下，这个就有声音了。这个是启用音频的一个功能。那么基本上所有的参数咱们都说完了啊，接下来就是这个直播。那么这个第一个画面呢就是这个直播的画面，这个是你摄像头的画面。这边呢先要把你的摄像头连上，然后就可以看到画面了。那么这个画面呢大家看到是静止状态的，然后点这个播放。那么这边呢它就变成了一个活动的一个画面，它这个非常流畅。然后我们换个脸，选中一个，点查找，点一下，然后点换脸。大家看这个脸呢换过来了，模糊的，开一下高清，这样就好了。大家看这个换脸效果，其实这个换脸效果不错，这个换脸效果还是比较流畅的，然后也不卡，但是资源占用有点高，大家还是需要一定的配置。如果你配置不够的话，确实可能没法运行，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。这个今天呢我们就到这儿，这个包呢我会发到盘里面，大家尽快下载啊，一包比较大，可能我不会放太长时间，大家拜拜。